出来吧，等你出死了。看我不把你收回去看门！既然我收走了元神，那这躯体就留给你吧。这2级妖兽浑身上下都是宝，光这皮就坚硬无比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破开它的甲了。 你一个炼气期的小修士，宝贝倒是不少。你不要杀人夺宝了。对你来说是宝贝，对我来说不过是废物一堆。哎，真是乱来！这墨蛟的尖角和爪子都是炼制顶级法器的材料，这么劈可就浪费了。 起来，起来，上一边去。分解妖兽得先取其内丹，太久没亲自动手了，都有点手生了。不过这面子可不能丢。这是什么？胶丹应该是很坚硬的，这是……便宜你小子了。
哎，醒醒！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再不走就晚了。我睡了很久了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门快关了。禁地之门即将关闭，弟子们速速撤离。禁地要关了。 这小子怎么办？要不要现在就杀了他，免得他出去胡说八道？你不走啊？那是墨胶的银囊袋，没想到还是只罕见的公胶。任何雌性触碰到它，都会散发出催情的毒物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想必你应该清楚。我们之间发生的事，只是一场误会而已。 你就当是做了一场梦吧。我知道。今天的事，你要是敢说，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这个箱子我拿走了，你没意见吧？哦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那这些灵草，血灵花归我，其他的你都带走吧。天灵果，终于到手了。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，快没时间了。这通道被堵住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有是有，不过我现在拜你所赐，功力全失，所以只能靠你来打开了。啊，功力全失？怎么可能啊？ 你还说？功力全失啊！我叫韩立，你叫什么？天黑前你要是再不出去，往后60年你就只能在这儿了。
哎，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韩立，立碑的立。我就随便问问，你不想说也没关系。我叫南宫婉。我叫韩立。你叫什么与我无关。出去之后，你我便是陌生人。南宫婉，有朝一日，若你有危险，我定会来帮你。先照顾好自己吧，不许来找我。总觉得你从金地回来之后怪怪的，不是一个人出神，就是对着箱子出气。没有吧？还说没有？好不容易把这箱子拿回来了，又打不开，能不气吗？当初不让你押着修为进去，你偏不，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。那血灵花送给燕家宝了？你忘了，你从禁地出来第一件事，就是吩咐晴儿去燕家堡。算时间，应该也快到了。婉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在禁地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总觉得你跟之前不一样了。怎么会功力全失呢？这素女轮回诀也没这功效啊。还不怪那只墨蛟，而且我这次跟他厮杀的时候，还被人断了后路，否则我怎会如此狼狈？那你一个人怎么逃出来的？师姐，我怀疑这次禁地之行有不干净的势力混进来，否则也不可能折损那么多弟子。你是说魔道？而且这些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入禁地，恐怕早就混入七派之中，说不定偃月宗也受到影响了。魔道又不稀奇，他们爱折腾让他们折腾去，只要有你我在偃月宗坐镇，眼下出不了大乱子。可是那些弟子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魔道就算真的要来，你又拿什么跟他们去拼？眼下最要紧的，就是早日恢复修为。那些没有从禁地出来的弟子虽可惜，世事无常，只寄希望于那些活下来的，在未来的修仙之路上，能够更顺畅一些吧。我叫韩立。烦死了，照这样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接单？我叫韩立，你叫什么？哎，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韩立，立碑的立。烦死了！出关第一件事，就
就是把你给杀了，然后再给你立个碑。血液幼苗种子，再用小绿瓶催熟就好。这么快就死人了？一定要小心，别像他一样。乌龙潭东北角，地势偏僻，以数十丈的潭渊为中心。按照地图标记，紫红花应该生长在附近。好浓的瘴气！寒烟草，这可是制毒的好材料。谁在那儿？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难道我的隐身符失灵了？出来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虚张声势的家伙！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儿！寒冰蝉，于师兄，还是你这驱兽粉厉害啊！一小瓶竟让寒冰蝉乖乖听话，又干掉了一个气派高手。这些小家伙们可立了大功。寒冰蝉性情温顺，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它，几乎是不会攻击人的。老齐，哎，把寒烟草收了吧。哎，真没必要为了一棵草聪明，就让他们去拿吧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们。小心点儿，可别中了埋伏。此人的谨慎程度不差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丢了性命。这两个人就是冲着杀人去的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他们怎么还不走啊？哎，算了，他们不走，寒烟草我走。虽有剧毒，可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。是啊，哎，咱把它储物袋也收了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奇怪了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难道这里还有别人？
没找到灵草，储物袋倒是捡了不少。接下来去哪儿啊？这附近哪有紫后花呀？看来门派发的地图也不完全可靠。哎，肖师兄，路滑，慢一点。哈哈哈哈！小老儿只不过是多来了几趟，认识路罢了。哎，到时候遇到灵兽，还得仰仗那2位青年才俊呢。这有何难？这禁地宛如死亡迷宫，认识路才是最重要的。向兄是老马识途啊！我们3人联手，必定稳闯至极。这向师兄怎么和其他门派的弟子在一起啊？韩师弟，没想到竟在此处相遇了。韩师弟，怎么样啊？和我们一同走吧，大家相互也有个照应。嗯，韩师弟有所不知，这血色禁地的地图，每个门派标记特重都不一样，所以和各个门派的人互通有无，携手合作才是明智之选。多谢师兄美意，但我实力低微，也是初次来到禁地，只想随意的采些灵草交个差，不敢拖累3位。无妨，无妨。不过韩师弟，你也不必拒绝的这么快嘛，啊？莫非韩师弟有什么志在必得之物？既然此人不识抬举，向兄何必跟他多费口舌？对啊，向兄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诸位，告辞，告辞。没办法，只能换个方向了。向师兄到了禁地，怎么与平时判若两人？杜哥好，哎，罗杜好，哎，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？咱们这儿，哎，咱们要不回去？什么赌了？不赌了。这场战斗关系到咱们7大派往后6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，是不是？没毛病吧？所以呢，咱们就赌哪派采的灵草多，谁赢。行了吧？你说的就不成立，那万一一样多呢？哟，对吧？这是个问题啊。那我想想啊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就赌啊，那出来的弟子是单数还是双数？滚！胖头，你赌不赌啊？我才不跟你赌呢！无聊的家伙，真是。哎呀，来嘛！啊！这样，我用2颗血线胶内丹赌你2块铁晶，没占你便宜吧？嗯，血线胶内丹哦，啊，怎么样？行吧，2块就2块，来，只赌灵草，谁采的灵草多谁赢，
说好了。死人，又是死人。 这才第1天，就都按捺不住杀心了。又隐形，又锋利，还真是绝佳的偷袭武器。谁在那儿？是太南小慧那小子。要不要将他出来问问？我压制修为到炼气期才得以进入心地，本就是诸多不便。先以任务为重吧，不必横生枝节。先想办法与其他弟子会合吧。把他们安葬了吧。是，师祖。这儿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吧？第1天就结束了，我要找东西也没找到。西派的诸位，恭喜你们侥幸活过了第1个白天。不过血色禁地的黑夜比白天更危险，死亡或许将从天而降。奉劝诸位，找个好地方藏身。那个项师兄对禁地如此熟悉，竟然进来了3次都还没出击，我可不能像他那样。这禁地，我再也不想来第2次了。赶紧运功驱寒。怎么才第1日，就折损了这么多人呀？看来这次争的要比我们预想的厉害。
望尘丹可以令人忘却前尘而不自知，故名望尘丹。这东西好啊，日后有大用，可以记下来。这三宫格是按时收费的，你这样抄，这不是白白浪费灵石吗？敢问徐老有何办法？弟子不才，愿学这种法术。哎，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多少灵石？10个，10个灵石，复制1次。没想到庐山殿行这样的规矩。那就请徐老准备一些好丹方，我复制了一并带走。哎，这个简单。这些可以吗？这不合适。这个也不行。庐山殿里不会都是这种货色吧？第一次来庐山殿的人都这么问呢。殊不知，没有好的炼丹炉，拿到再好的丹方，也炼不出来。徐老的意思是得先在你这儿买了丹炉，才能看到好的丹方。算你聪明。如果你买了我的炼丹炉，这丹方买我就送200灵石，最低180。丹炉放地火之屋了。丹方呢？买我丹炉，赠你丹方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丹方，丹方，筑基丹，是筑基丹的丹方，这样岂不是可以自己炼了？用小绿瓶催出原料，想炼多少炼多少，谁都抢不走。试炼筑基丹，需取之玉髓汁、紫侯花、天灵果。这都什么呀？都没听说过呀。去哪儿找？这里就是地火之屋了。还有180灵石1个的丹炉，先挑选一个简单的试试。望尘丹，就你了。
居然一次就成了，不愧是180灵石的丹炉啊！再炼一个黄龙丹试试。纯度也提高了很多。我在百药园开辟了一处秘密药田，用小绿瓶催生药草，继续实验推演不同丹方，炼制了不少有用的丹药。只是最重要的主基丹所需的那几味药还没有头绪。这血色禁地每回开放之前呢，这棋派都会选定一个地方，要搞一个会盟啊。这毕竟关系到各个门派这未来几年的发展啊。所以说呢，每一次血色禁地开放，都血色禁地关系到各个门派未来实力的高低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这个只要进了血色禁地的弟子，都能获得一枚筑基丹，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哎，我就说嘛。但是，这个传闻呢，也不算离谱啊。你知道这血色禁地为什么又叫做奇派的灵草库吗？因为此地生产着各种珍贵的灵草，在整个越国也只有那里，才有试炼筑基丹的原料。怪不得在市面上没见过那几味药。一次试炼，族谱里的弟子都要抢着去了吗？非也，血色禁地进去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出来。禁地是九死一生，你知道往年参加试炼的弟子存活率有多少吗？不到半数。这么危险？这位小友，你也对血色禁地感兴趣？啊？什么呀？师弟，你吃的那是什么呀？果子。还有没有了？正好，还剩一个。哎，谢谢师弟。谢谢师弟。
师兄，刚刚那人谁啊？他你都不知道？向之礼向师兄，谷内年龄最大的炼气期修士，哎，去了好几次血色禁地，还都活着回来了，就是还没筑基呢，也是奇怪。这老头真笨，天天就是要赏乐。门派打得好算盘呀，需要丹药，就逼着我们这些炼气弟子拿命去换。你们说，那老头是不是诚心吓唬人？一把年纪了还没筑基，他肯定最着急去血色禁地博筑基丹了。明明想去，又怕年轻人抢他名额，就来吓唬我们。不过，他万一说的是真的，非洲。那是什么？岳阳宝珠。看来长老会那边有情况，我先去看看。潘姑娘，一定要从禁地平安回来。嗯，再见。岳阳宝珠是什么呀？诸位长老，有没有发现岳阳宝珠有何不同？这没以前亮了。宝珠没有以前亮了。没错，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驱散禁地的迷障所制。宝珠吸收日月灵气，绽放光芒，但你们恐怕不知，每当天有异样，宝珠也会受其影响。日月昭昭，本该是亘古不变，可禁地开启过于频繁，导致灵气日益稀薄，宝珠光彩亦不复从前。这还不能印证我的说法吗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，来吧，再商议商议。这血色禁地如此凶险，要不等下次开启，准备充分些再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，这下要拿到筑基丹，恐怕更加困难了。是啊，可要不突破筑基期，这寿元也就100-200年，再来一个60年，那莫不是要等到老？要不这次咱就去吧，去的话问问表姐，她去咱就去。不用问了。那姓陆的去，表姐肯定也要去。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，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，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，那就不值得。好，那快走吧，他们都在这报名呢。走。如果再开，就要等60年。向师兄。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？咱俩来这里，会不会通知错了呀？你们都在等谁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师祖。有人吗？我是领了任务，前来看顾药园的弟子韩立，请问马师伯在吗？谁在那里大吵大闹啊？不要吓到我的花草啊！是马师伯吗？如果我不是，谁是啊？
师伯好，弟子名叫韩立。这里虽然是百药园，但这里面呢有过千万的药材。你想留下？那，你今天呢就数清楚这里有多少株。数错了的话，哈哈哈哈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除草药。你数清楚，就知道死了多少株。到那时呢，要你赔了，你就无话可说。是。1723、1724、1725、1726。这里各式药草一共7123株。1727、1728、1700。我每天都来这里画画，这里的每一株药草我都记得，绝对不会错。1739。你是新来的弟子吧？啊，1700。不好，他好像在用什么法术，攻略应该在我身上。快走！等等，姑娘何事啊？你干嘛？别动，我就看看你。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灵力资质也一般。董轩儿呢是和别人不一样的，他是古中结丹修士，亲传弟子，所以呢，眼中万物与你所见不同，你就不要和他浪费时间了。弟子明白。喂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呀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确实不错。看这品相，再养个10几年，就可以突破凡品，进阶2级了。还是你识货。天地有造化，万物生世间，既然存在，就应该学会相互欣赏，不是吗？韩烈。哦。所见极美好，也许这也是一种修行吧。啊，这个百药园真好啊，我喜欢。今天怎么样啊？好像不是很开心哦。哎，开心点。马师傅，今天找到多少株啊？要是只算表面，是7123株；要是算上在地下生长的玉龙根，总数是7177株。不对哦，我数了2遍的，肯定没错。7182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还有5株在我手里。哎，算你过关，拿着。勉强算你合格了。谢马师伯。那我可以留下来了吗？马师伯，我之前种过药草的，请马师伯放心。你在这里等下。别瞎看。
阿磊，过来呀！以前曾经跟你讲过，如果药草中邪了，你是要赔的。那你是不是准备了一个赔偿计划？弟子一定尽力。那好，有什么事就记下来。好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闭关了。你可暂居此处啊，方便打理药园。我一季之后呢，回来找你。到时丰收了，应该给你的零食是不会少的，好不好？马师伯尽管放心。那还有啊，千万不要打扰我啊。这样。本来你接了百药园的任务，我还担心你是被那老叶哄骗。现在看来啊，哎呀，你不仅医术了得啊，你这种植灵草也很有一套吧？不错。吴师叔，弟子也是现学现卖，一切还是仰赖吴师叔您的信任。看来上次教你的传音术已经都掌握了。我走了。哎，还没完呢。还有啊，来。舒服，就是这儿。说说吧，这次想换些什么功法啊？都想。弟子天资差，入门的时间晚，想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就教你这个法术，看好了。这叫冰冻术。
叫流沙诀。可千万不要小瞧这2个法术，如果大神通之人来施展，能化千里良田为沙漠，凝长江大河为冰川。来，你试试。第一次这就不错了，不要着急。法术威力的大小，本来就是要看施法者能力的深浅和熟练程度而定。你灵根虽差，但贵在勤勉，假以时日，定会有所成的。谢师叔。我走了。我这个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？师叔常来。好。功法还要勤加练习啊！你小子可以啊，把整个药园打理得很好。哎，全靠您的打理心得。我不过是一葫芦画瓢，再加上天空作美，才能侥幸有一点成果。师伯，您种草药这么有一手，想必对炼丹的事儿也很了解吧？胡说八道！弟子唐突。只是我看到那茅屋的墙上，每到晚上便会发出荧光。弟子猜想，应该是炼丹时丹砂蒸腾所留下的痕迹，才敢有此一问。你还有这样的心机去研究这里的东西？哎，看来火还是太轻松喽。师伯，可否给弟子写上丹方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想试试自己炼丹。你呀，真的是想歪了。这些丹方呢，是我研究了10几年的成果，怎么可能随便的给你呢？原始丹方也行，我自己揣摩。亚马归亚马，药园的考核顺利通过了。不过药园之难不在一时，我在坚持。以后我会每半年来一次，你好好守住药园，干好了，零食就够你去买任何的丹方了。谢师伯。哎，你若真心想找丹方呢，就准备好零食，去趟鹿山店找总管说是我老马介绍的。哎，休要告诉别人了。谢师伯指点。